个女孩正坐在公园里读书，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尖叫。女孩定睛望去，却发现周围一片安宁。但就在这时，一阵微风吹来，她立马感觉到了不对。不料，当女孩转过头来，时间却短暂的发生了静止。接着一阵微风吹过，眼前的男人竟鬼一般向后退去。他本想告诉身边的同伴，结果却发现就连他也失去了意识。女孩开始变得百思不得其解，明明刚才还好好的，但就在这时，坐在旁边的女孩突然反应过来，她先是摘下头上的发簪，下一秒，这场看不见的危机迅速在城市中蔓延。工地上，几个包工头正在上班摸鱼。就在几人聊得开心时，男人的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动静。当他们转头查看时，脸上的笑容却瞬间戛然而止。原来是工人意外从楼上坠落下来。几个包工头彻底慌了，然后急忙呼叫救护车，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落地的声音再次传进了他们的耳朵里。这次落下来的竟是工头的亲弟弟，他刚想走近查看，下一秒，男人好奇地抬头看向上面，只见100米高的建筑上，所有人好像发疯一般，不自觉地从上面一跃而下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，如果蜜蜂在全球消失了，人类只剩下不到4年的寿命。这是出现在教室黑板上的一幕。强哥正在询问学生这次蜜蜂消失的原因，最终总结出一个结论：这是超出科学范围的问题，没有人能给出真正的答案。人类能做的只有敬畏大自然。很快，校长突然打断了这节课，并把强哥叫进了会议室。原来这场危机通过广播传进了学校内，所有老师一起展开讨论。起初，他们把公园发生的事故定义成恐怖袭击，而武器就是那些看不见的毒气。闻到的人先是口齿不清，接着大脑不受控制，身体失去平衡，最后产生自残的行为。为了躲避这次危机，老师们开始疏散学生。强哥慌忙联系在外的妻子，随后在同事的帮助下，他们买到了通往其他城市的车票。此时的车站早已人山人海，所有人恐慌地看着电视上的广播，露出了一脸恐惧的表情。安静的公园内，一阵微风吹动了树上的绿叶，所有人立马停下了脚步，只有一只狗子在冲着天空吼叫。突然，一声枪响打破了现有的安宁，附近的一名警察应声倒地，眼神留在了不远处的手枪上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计程车司机走下车，缓缓地来到手枪前，接着捡起地上的枪，一步步向前走去。下一秒，手枪再次落到了地上。这时，一名路人从静止中醒来，然后迈着正常人的脚步来到了附近。只见他弯下腰捡起手枪。诡异的事情不断在这个城市中发生，人们看到广播，纷纷准备逃离这个城市。此时的强哥与同事也来到这节逃亡中的列车上，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惶恐不安的表情。就在他们赶往下一个城市时，列车竟鬼一般的在一个小镇上停了下来。强哥上前询问，发现他们与站台失去了联系，所以只能被迫停下。随后，女人拿出手机，竟看到了一段奇怪的录像。只见工作人员来到了关押狮子的地方，然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。狮子没有忍住诱惑，突然站了起来。下一秒，女人不敢相信工作人员为什么会这样。就在这时，小镇上突然停电，所有人立马惊慌地逃到门外，不断拦截着过往的车辆，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下。好不容易遇到了一对夫妇，而好友却因为担心妻子的安危，选择另外一辆车。随后，他把女儿交给2人照顾，自己则踏上了回城的路。没过一会，汽车刚开出小镇，他们就碰到了奇怪的事。后排的女人看到后立马发出尖叫声。为了稳定众人的情绪，教授先是让他们堵上出风口，接着出了道数学难题。如果你第1天得到1分钱，第2天得到2分钱，第3天得到4分钱，按照等比数列来算，那么到第31天你会拥有多少财富？很快，车内的所有人展开思考。但就在这时，教授在头顶发现了一道缝隙，呼啸的微风吹进了车内。突然，汽车短暂的停了下来，紧接着快速冲刺，直接撞到了前面的大树上。没过一会，他从车里走了出来，然后拿起地上的玻璃碎片，割向了自己的脉搏。一群人为了逃命来到荒野中，结果却在这里发现了诡异的一幕。只见一阵阴风从众人眼前吹过，下一秒带头的士兵就愣在原地，对着天空开始执行着命令。此时的胡子哥还不知道发生了何事，默默地看着这个奇怪的士兵。突然，士兵转过头来，重复了刚才说的话。听到之后，所有人露出了一脸茫然的表情。可很快，阴风再次吹起，士兵掏出枪，缓缓地对准了前方，枪声立马吓坏了不远处的另一队人。强哥顿感不妙，发现他们吸入了能够致命的病毒。眼见危险即将来临，他思考再三，分析出了病毒的来源，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分开跑。接着，他们5人一队。果然，当阴风吹来时，强哥竟发现自己毫发无伤，于是判断出这场灭顶之灾与人数有关。也就是说，人越少越不容易被感染。弄明白原因后，他们先是来到一栋房子内寻找地图。
但房间里的物品却让几人大感意外，因为这里的东西全都是塑料制作而成。强哥找到地图后，觉得此地不宜久留，随后带着几人快速离开。可就在他们刚走不久，一大批幸存者也逃到了这里，在即将接近房子时，全都停下了脚步。接着，一个老头打开了除草机，在机器的必经之地躺了下来。下一秒，来不及犹豫，强哥再次带着几人展开逃亡。很快，他们又找到了一栋房子。因为太过饥饿，两个学生准备进去寻找食物，但不管他们怎么呼喊，房子的主人就是不开门。无奈之下，小胖破口大骂，然后踹了房门一脚，接着一把猎枪就伸了出来。强哥本想阻拦，可却为时已晚。此时，小黑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彻底吓坏，刚想离开，却被另一把顶在头上。强哥觉得这些人是真的疯了，于是带着剩余的两人迅速离开。然而就在房内，两个老太太戴着面罩看着电视，正在悠闲地织着毛衣。专家说这场危机正在蔓延整个国家，想要避免只能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，因为人越少危险越小。接着专家指出，一般来说死亡的人数达到峰值后会快速回落，这也就意味着这场灭顶之灾并不长久，很有可能随时结束。另一边，强哥三人终于找到了一处破旧的房子，这里居住着一个孤寡老人，看几人比较可怜，于是好心地收留了他们。晚饭时，老太太讲起了自己的过去，原来她已经与世隔绝了几十年，由于比较保守，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外来的客人。强哥本想把危机告诉老太太，但却遭到拒绝。他说自己是被世界遗弃的人。到了第二天，强哥醒来时发现妻子与女孩不见了，于是急忙到楼下寻找，却在老太太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人偶。当他靠近仔细查看时，老太太突然出现在角落，大声怒斥强哥不守规矩。他冲出门试图解释，可突然一阵阴风吹来，老太太像是换了个人一般。强哥看到后慌忙返回屋内寻找妻子，而身后被感染的老太太也追了过来。接着他立马躲进储物室，却在屋内听到了女孩的声音。原来两人在另一间房内打水。随后强哥通过一条管道与妻子联系，告诉他们老太太被感染，病毒已经扩散到了这里，他们自知无法躲避这场危机。一番商量后，决定同时走出门外面对接下来的事情。此时狂风呼啸而过，诡异的是这次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就像专家说的，这场灭顶之灾来得快也去得快，而强哥也在危机中活了下来。没过多久，人们恢复了往日的生活。可就在另一个人口聚集的公园内，一声惨叫过后，所有人再次停留在了原地。影片至此结束。